速度。我心情极好地回到军营，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上官玉。他也是一阵惊喜，立刻召集众将开会安排事宜。陈将军非常高兴，他派上行散播谣言的人做得不错，仅在很短的时间就让百姓知道了我军士气低迷的事情。大哥知道后也是激动不已，愿意为这次的偷袭做出一份努力。上官玉当即任命他为队长，带领每个小队去熟悉郾城的地形，为将来的偷袭做准备。3天后，我军的探子来报，挟持王已经派出探子打探消息。上官玉迅速做出部署，5个小队立刻各分各组的实行计划好的状态。傍晚时分，我军探子报告挟持王分寡派来的3名探子已经全部回去。经历了整整1天超紧张状态的视线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我们仍是不敢掉以轻心，各将分寡回去给自己的分队开了个会，务必一切小心。挟持王可以疑心地派出3名探子陆续来探，很有可能夜半时分再次派人来探。这几天中，大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防止功亏一篑。一边固步一阵，一边加紧训练。上官玉这几天忙碌异常，和几位将领常常忙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我心中紧张，这个决策虽然通过了大家的一致审核，但除了陈将军与大哥外，其他人都以为是上官玉想出的办法。此计若是成功，功劳自然是上官玉的，但若是失败，他首次出征便战败的事就有可能对他将来造成影响，所以他在前线忙碌，我在后方担心，营里的气安比较沉闷。2日之后，正当上官玉、陈将军、大哥还有几位将领在商量偷袭的战略时，一个视线冲进来报告说，挟持军队在城里挑起事端，百姓和挟持发生了冲突，场面混乱。上官玉闻言与众将对视一眼，最后看向我。我心中一跳，终于大松了口气，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太好了，事情终于如我预料的那样，挟持王终于忍不住跑来试探了，我们现显一招成功了小半。殿下，大哥在我和上官玉脸上扫视一眼，神情严肃地出列。站在他旁边的陈将军见此也跟着站出来，几位副将立刻依手，异口同声地说，请殿下示下。上官玉神情镇定地横扫一眼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陈清豪身上，口气果断而简练，挟持一再挑衅我大楚，大家绝不能再坐以待毙，各不听令。陈将军立刻下战书，带顾陈毅一队上阵迎战，务必让挟持王深信不疑。另外车副将张副将，你们各队迅速调整进入病弱状态，派人上街传播消息。是，属下遵命。众将垂目低头，声音洪亮的拱手听令。上官玉满意的略微点头，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高呼一声，各部行动。陈将军立刻和大哥一起带线上街，我执意要跟着去，大哥和上官玉硬是不同意，最后我不睬他们，骑了马跟着陈将军就跑了出去。上官玉还有事在身，脱不开身追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跑了出去。大哥快马追上我，心知我牛脾气一上来是怎么也劝不住的，只好策马护在我周围，眼神复杂。哥，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兄弟们明知上阵会死，依然那么勇敢的愿意做前锋，难道要我这个罪魁祸首躲在人后不出来应战吗？我一边策马，一边告诉大哥我执意要上战场的原因。当知道挟持来试探先锋要上阵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后悔怎么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要让那么多兄弟送命。大哥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眼中带着难掩的怜惜。我解释完毕，催马快跑，刚刚到选街口，骚乱的声音就从远处传来，我们3人对视一眼，马下生风，陈将军扬起手，高呼一声，兄弟们，冲啊，解救被挟持困于水深火热的百姓。第55章，勇气。是，身后的士兵振臂高呼，随着我们杀入敌军。挟持见我军来袭，非但没有露出害怕，反而个个眼中露出嗜血的激动，好像受了谣言的鼓舞，知道我军不堪一击。我心中恨意难当，今天这场仗必须输的，对于挟持只能视若我们冲进混战圈，士兵接过指令，此战只可抵挡，不能攻击，要显出我们如传言的那样无法应战，
这些兵也是勉强凑出来上阵的。挟持士兵见我们的士兵个个如斗败的公鸡般无力抗争，更加欢欣雀跃，斗志昂扬，攻势如潮。挟持兵一层层地围上来，刀光剑影在我身边穿梭。我看到在我周围的士兵纷纷倒下，有些身受重伤，有些送了性命，而挟持军才零零散散地伤了一些，心里如备已逝，疼惊难当。当下也顾不得要作假了，扬起长矛就朝近在身边的一个挟持兵刺去，一招击中，挟持兵缓缓倒下。我心中一喜，信心大增，再次出手。大家都没想到我会真的开始拼命了。顾晨义忍不住叫了我一声：“张山，你在干什么？”我悲惊难当，看着那么多兄弟丢了性命，叫我怎能平心静气地看挟持杀戮？大家保命要紧，虽然命令是死的，但是现在大家不要丢了性命。我一边对身边的挟持军出手，一边拼命地喊：“张山，你疯了！”陈将军气息败坏地叫我着我的假名。我顾不得答他的话，迅速出手，见到挟持兵就杀。挟持兵发现全军只有我频频出杀招，一窝蜂地朝我哄过来，要拿我的命。我神色一裂，好在我跟着二哥学过几年武功，虽然打不过那些高手，对付那些小兵还是不成问题的，只是他们人数太多，抵挡起来有些困难。就一柄长矛带着一阵风朝我袭来，我猛地听见身后传来大哥惊叫怒骂的声音。我神色微变，猛一偏头，堪堪躲过挟持兵袭来的致命一击。你疯了！手猛地被大哥拉住，他气息败坏地朝我吼道。我不睬他，用力持脱开他的手，日不斜视地看着前方，专心对敌。大哥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沉默地瞪着我的一举一动。挟持军见我和顾晨义发生纠缠，袭击对象变成了我和他。我挥舞着长矛，占据着在马上的优势，时而左右突围，时而凌空跃起，在我身边的挟持军纷纷中招，惨叫声一片。忽然，一柄长矛伸到我面前，而与此同时，在我左侧的大哥身后猛然窜出一支箭，小心身后。我肝胆俱裂，怒吼一声，猛地凌空跃起，踩着挟持军的头朝大哥奔去。而大哥不知在想什么，居然对破空而来的箭毫无反应，噗！一声箭矢入内的顿声传来，我在最后一刻用力将大哥拉向一边，箭矢擦着他的手臂飞过，直直插入正要在身后攻击我的挟持军身上，一股热血喷了我一身。你在发什么呆？我又惊又急，刚才那一刻我若是慢了一秒，那劫就要穿过他的身体，要了他的命。你又在发什么疯？顾晨义不答反问，抓着我的手臂异常用劲，疼得我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两个倔脾气的人牛脾气一上来，互相瞪着对方，谁都不肯先示弱。顾晨义、张山，你们给我退下！陈清豪快被我们气疯了。由于我的突然变卦，场面失控，挟持军看到同伴接连被杀，恨得立刻杀了我们，招招使出杀招。我深知再在战场对峙下去，对大家绝对不利，索性用力持脱顾晨义的前置，反身拉过自己的马，一跃骑上自己的马，驾的一声回到陈将军身后。大家撤，攻势已乱。陈清豪不愿再冒险，大声呼喊大家撤退。士兵一听，立刻接令，迅速组成阵型，有效撤退。挟持兵见我们要逃，奋起直追。陈清豪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迅速指挥士兵边撤边退。好在众人虽然看见挟持兵追得厉害，但是慌而不乱，再加上有陈将军断后，撤退的时候倒没有伤到多少。出兵1万人，大概死伤4000人。大家逃回军营已经未时，这场混战持续了2个时辰。上官玉急匆匆地迎上来，看见一身是血的我，脸色大变，完全顾不得其他人，冲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左看右看，着急地问：伤着哪里了？我看看。我面色尴尬，看着陈将军摆着一张臭脸，连忙掰开他的手，连连摇头：我没事，是挟持人的血。他神色一顿，看我不自在的样子，好像觉察出了什么，转头看向陈清豪和顾晨义，口气恢复平静：进来再说。众人进帐后，陈将军立马单膝跪下，我知道他肯定会向上官玉汇报刚才的情况的，不由得低头退在一边，不敢正视他和上官玉。
属下无用，差点坏了大计，请殿下责罚。出乎意料的，陈将军竟然没有将我的事警出来，反而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我惊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日不斜视地看着前方，好像把我当成空气一般。这种情况下，我还是自己承认错误比较明智，虽然有些犯史，但是隐瞒实情更让我如芒在刺。殿下要罚就罚我吧，不是陈将军的错，是我的错。我扑通一声跪下，主动承认错误。上官玉眼神迷惑地扫向我，还未来得及说话，大哥又扑通一声跪下了。我也有责任，要罚一起罚。上官玉目光一行，视线涟漪在我们身上扫过，最后看向陈将军，点了个名：清好，你说。陈将军应了一声是，将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我越听头低得越低，上官玉的目光好像雷达的照明灯，一动不动地定在我身上。我不用抬头都知道他此时的疑惑与震惊，灼得我浑身难受。你们先退下。陈将军说完，他什么都没说的淡声吩咐。陈将军立刻起身往外走，大哥担心地看了我一眼，刚叫了一声殿下，就被上官玉冷眼一瞟，虽然未出一声，但凛冽的眼神足以让人瞬间冻结。大哥样样而出。我跪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看着一片阴影在我头顶投下，那个人熟悉的气息萦绕在我周围。我刚刚准备接受他的暴风雨，他已猛地俯下身，将我从地上拉起，压低的怒吼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你现在越来越有出息了呀，早计划好的事怎么临阵变卦了？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闯出多大的祸？他拽着我的手臂，弄得我生疼，两眼恶狠狠地瞪着我，再没有平时的温柔。我想到刚才在战场上惊心动魄的一幕，眼睁睁地看着兄弟倒下去，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的眼睛一下子涌了出来，近乎失控地哭道：上官玉，我后悔了，我为什么出了那么个馊主意？当我看到那么多兄弟只能枉送性命，不能抵抗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有多惊？我爱不了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就这么死了，我做不到，上官玉，我做不到啊！我哭得毫无形象，他的眸中闪过一丝心疼，终于不忍再骂我，一把将我揽入怀里，低声哄着：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怪你，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不该来这里的，不该的。他长叹口气，温柔地安抚我的情绪。我发泄了一场，心情终于舒畅了一些，慢慢止住哭泣。他安抚好我，将我扶进屏风内休息，自己则召集众将计算今天一战的得失与下面一战的胜算。我躺在床上，听着陈将军报着死伤数与总人数，心里又揪了起来。上官玉沉默了一会，慢声道：还好，我们保存了大部分实力，挟持虽然伤了一点，但这点对他来说实在微不足道。挟持王不会生气，依他的性格，虽然不会开庆功宴，但是他至少会庆祝一下我们的霉运。说完，他顿了顿，大概看了大家一眼，口气变得自信而果断起来。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召集那些将领坐在一起，就是我们偷袭的最好时机。所以从现在起，我们不用再装伤兵，随时准备出战，一举击败挟持。是，殿下英明。众将齐声高喊，哗啦一声跪下一片，表达着他们对上官玉的崇敬。商议完事情，众人先后走出帐篷，我听见他的脚步声从外面走来，赶忙闭上眼睛，装作睡着了。他靠近屏风时，下意识地放轻脚步，我能感觉到他的气息由远及近，最后停留在我的床沿。我一动不动，他的手掌抚上我的脸颊，温润的触感让我的睫毛忍不住颤了颤。我知道你没睡。他负着我的手，指腹轻轻地来回在我手背上摩挲。我缓缓睁开眼睛，对上他那双洞察一切的眸。他的眼睛漆黑明亮，带着令人沉醉的幽深光芒。我微微回避一下，他压住我的手，轻身抚过来，吻上我的眼睛，性感的薄唇触到我的眼皮，温暖如诗。不要再想了，过去的已经过去，重要的是将来的那场仗。我们随时都可能打起来，你不能倒下让我分心，我要专心对敌。第56章埋伏。听着他不停宽慰我的话，我的鼻子发酸，眼泪迷蒙上眼眶，我紧紧咬住嘴唇。
对，今天牺牲的兄弟，明天我们一定会加倍帮他们讨回来。今天的战役只是尽获敌人，决战还在后头，我还会面临更多的流血杀戮。要是这点都挺不过去，还是趁早回宫算了。我慢慢点了点头，他眸中一痛，俯身抱起我。我直起身，两人久久地抱在一起。他身上熟悉的气息逐渐让我鼓起勇气。大军调整了数日，探子来报说挟持王听了那日的壮观后，倒是没特寡生气，只是使我这个突然杀出的程咬金恨得牙痒痒，好像恨不得把我抓去大卸八块。上官玉脸色阴沉，挟持王公然对他的手下说出这样的话，叫他怎能不生气？我只好劝劝他，让他不用放在心上。另外还有一件事，探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上官玉的脸色，有些不敢说话。我朝他笑笑，给他壮胆。探子看了我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迷惑，顿了一会儿才说，另一件事是挟持王确定我们无作战能力后，3天后要开个壮行会，很有可能翌日就要开战。好，挟持想以强欺弱，偏偏我们来个惊天大逆转，到时打个他们措手不及。上官玉终于等到挟持王要把众将召集到一起的机会，怒意满面的脸上有了些松动。我立刻让探子仔细禀报。探子虽然对我心存疑惑，但是看到上官玉明显好转的脸色，也就仔细的跟我们说了时间地点，只是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说的模糊。我打发他再去探探。探子走后，上官玉朝我笑起来，玉儿，我们的3000士兵马上就要有陪葬的人了。那天经过测算，死伤4000士兵中，有2000人死在了战场上，还有1000人因伤势过重，虽然逃着回来了，最后还是医治无效，又死了700-800人。我转过身去，一时露出一个微笑，是啊，我们马上就可以为兄弟们报仇了。是夜，探子回报得到准确消息，3日后中时，挟持会开一个壮行宴，宴会结束后晚上好好休息，翌日与我军开战。上官玉立刻连夜召开会议，制可作战方案。因为挟持3面环山，山与山之间沟壑众多，非常有利于埋伏，如果趁他们全无防备的时候进攻，把握会非常大。对于挟持的地形，上官玉做了如下安排：陈将军率一队大军进行正面突击，因为他是挟持重点防备的对象，他再出现会引走挟持军的大部分注意力，然后后面的车副将张副将再率军出其不意地从挟持后部攻起，趁大军混战的时候，大哥带兵直接跑去烧了挟持的粮草。这样一来，前后夹击形成包围圈，中间又是粮草被烧，挟持王纵使有天大的能耐，也无可奈何。上官玉此计一出，大家一致拍手叫好，接着又具体安排了一下更细节的问题。会议整整持续了1个时辰才散场。阳春3月，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地处北方的郾城也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落了一冬的树叶开始发芽，光秃秃的平原上呈现出绿意，有名的没名的花都开始竞相绽放，有种争奇斗艳，你争我赶的架势，空气也变得异常清新起来。上官玉前2天写了封信，向皇上汇报了一下与挟持出战的情关，虽然是打了败仗，但是是我们的用意所在。皇上回信说，充分信任我们，只等我们带回好消息。上官玉看了信非常感动，立即面朝京城，郑重其事地许下诺言：父皇，我定要拿下挟持，不负你的期望。离偷袭还有3日，大军不可能一夕之间把挟持包围起来，所以上官玉分3天将4万从后包抄的大军逐渐转移。3天的时间要让4万大军埋伏在山坳里，是非常紧张而忙碌的，既要不被挟持发现，又要保证安全。大家直忙了2天，才在第2天的戌时初刻埋伏完毕。第3日天刚蒙蒙亮，4万士兵在山坳里休息了一夜。虽然已是春天，但是夜晚的山里仍然夜深露重，大家都有些不适应。好在大家意志坚定，发誓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没有一个抱怨的。待到天亮，挟持的士兵美美的睡了一觉醒来，神情轻松地准备着下午的食物。
我军看得牙痒痒，恨不得现在就冲下去跟他们拼死干一场，省得他们在那里得意洋洋的。正午的太阳逐渐偏西，明晃晃地照在头顶下，让人的后背隐约起了一层汗意。山下飘出美酒与烤羊肉的香味，闻得人垂涎3尺，士兵们眼睛发亮。我知道，由于为了方便发放食物，上官玉将他们的饮食改成了馒头。10几岁的小伙子3顿下来吃着没有油水的馒头，任谁闻到了烤羊肉的香味都不会无动于衷。我暗暗发誓，打赢了仗，一定要让这些小伙子们好好的吃一顿，才不辜负他们如此拼命。中时左右，挟持王果然按时开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挟持王，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年轻，看样子大概只有23、24岁的样子，长得非常高。他有一头黑色的长发，头上戴了一只象征王权的王冠，四周刻着他们信仰的神。他的皮肤有些黑，明亮的棕褐色眼睛深陷在眼眶里，鼻子如我们现代经常看到的欧洲人那样，又高又挺，嘴唇厚薄适中，轻轻地抿成一条直线。可以说，他的五官并不是长得特别英俊，但是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寡的吸引力，让人移不开视线。我想用我们那个时代的话说，应该就是酷。他坐在最前端，众将分成2排而坐，士兵分布坐在下面。挟持王态度和蔼地与众将交谈，他的部下也都神态恬然，有说有笑的非常融洽。李副将拍了下我，怎么样，看出点什么来了？我紧紧盯着挟持王一脸轻松的面容，低声说，他胸有成竹。因为这次我又要求上阵，而我又频繁出入上官玉的军营，所以时间一长，车副将他们早已跟我熟了，对我也熟络了起来，拍着我的肩，好像老友一般。仗太自信了，毕竟年轻人啊，心高气傲。他听我这么一说，颇为不屑地哼了一声。我倒是没注意他的态度，而是识车副将无意之间冒出的一个名字感起了兴趣。卓寻，这就是挟持王的名字吗？我低头看向坐在众人中间的挟持王，他头上戴着一顶王冠，金色的王冠在阳光下闪耀着炫目的光芒，金光闪闪的，好像他整个人周身散发出来的霸气，虽不盛气凌人，但无法忽略。宴会开始前，卓寻先敬了众人一杯，因为距离太远，他说的话我们听不太清楚，只能隐约听到几个词，他们、若、我们、几率大、赢。车副将哼了一声，黄毛小儿，真当我们大楚军是吃素的，待会不打得他们落花流水，他们以后还要更猖狂。我看了车副将一眼，他今年已经40多岁了，先帝在世时，他曾跟随先帝打过仗，只是那时候还是个将军身边的普通士兵，经过20年的拼搏，终于当到了副将的位置，这些年下来实属不易。也难怪他看到挟持王年纪轻轻就稳坐挟持王的位置，恨得如此牙痒痒了。卓寻自信满满的讲完那些话，他的手下感动得一塌糊涂，纷纷起身回敬。下面的士兵眼见上司们激动成一片，发出一片欢呼声，震耳叫聋的声音回响在山个上方，久久无法散去。李副将听得非常不爽，不停地在我旁边哼哼，搞得我颇为无奈。原本平静的心情也有些烦躁起来，只好离他远点。太阳连渐偏西，酒过3巡，挟持的士兵都喝得有些东倒西歪，几位将军也是迷迷糊糊的，唯有挟持王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愧是当王的人。不过整个人挟持就他一个人清醒，实在没什么多大的作用。大约又等了1刻钟，霞光满天的天空中窜起一束礼花。我猛地抬起头，只见一朵红色的礼花在天空绽开硕大的花瓣，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上官玉在向陈将军发信号了。果不其然，礼炮结束的一瞬间，伴随着一片震耳叫聋的呼喊声，陈将军带领的军队率先冲进挟持的老巢去了。喝得半醉的挟持兵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看到5万大军来势汹汹地朝他们冲来。慌乱之间，挟持兵惊叫着跳起来，互相推搡着叫对方起来。挟持王猛地一跃而起，看见这阵势，立刻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日比愈烈地叫道：快起来，有埋伏！几位将军被挟持王一吼，
匆匆回过神来，奔回马棚，牵起自己的马，大声呼喊着让手下不要乱。可是陈将军那里杀气冲天的冲进来，挟持兵怎么可能瞬间恢复镇定？我们埋伏在山上的人看得一清二楚，挟持兵混乱地冲回军营，想要拿自己的武器对付敌人，但大半人还没来得及冲回去，陈将军的军队转瞬已经冲到了他们面前，一场搏杀随即展开。第57章袭击。挟持王大怒，大骂一声陈将军该死的，完全顾不得自己应该是统帅指挥的人，扬起手中的戟向陈将军冲去，干净利落地挑落好几个骑在马上的士兵。各部位准备，冲！眼见挟持王亲自上阵，山下的挟持兵又与陈将军的部队展开搏斗。张副将和李副将异常兴奋，大声呼喊着，我们这里的士兵顺势而下，形成包围圈，瓮中捉鳖，一举歼灭挟持。山下打得如火如荼，我微笑着扬起礼炮，砰砰两束礼花窜天而起，紫色与黄色在天空竞相绽开，通知正在等待的大哥，我们要行动了，他可以冲进去烧粮草了，也告诉上官玉，我们这里一切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挟持王闻声抬起头，看见升天而起的礼炮，以及应声从山中突然冒出的我们，惊得眼睛都瞪大了。他旁边的将领更是撕心裂肺地叫起来，他妈的，他们早有预谋，我们被包围了！混蛋！挟持王已经顾不得身为王应有的礼仪了，暴怒地骂起来。面对挟持王的气息败坏，我微微一笑，飞身上马，拽紧缰绳，冲入阵营。挟持的士兵晕头转向地看着我们，四处冒出的大楚军让他们顾了前面，来不及管后面，管了后面又无法顾前面，一时不知到底该顾前还是顾后好。兄弟们，冲啊！看着挟持兵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李副将士气大振，振臂高呼，兄弟们纷纷响应。见此情景，我的心情豁然开朗，3000兄弟的生命不是白丢的，今天就要让挟持好好吃一次败仗。我控制住身下的马，抓住上官玉给我的贴身佩剑，见一个刺一个，而这次士兵也不用再装无用，杀得格外卖力，挟持的兵没一会就倒下一片。正当前面的陈将军和后面的我们杀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挟持堆放粮草的地方猛然燃起熊熊大火，冲天的大火照亮了整个人挟持上空，给连见暗淡的天色蒙上一层赤红。卓寻看见熊熊燃烧的粮草，怒吼一声，已然知道他们已经中了无法摆脱的埋伏。快救粮草！他犹在挣扎，高声呼喊。挟持兵一听这话，一部分士兵赶忙往他们大军存放粮草的地方冲去。哈哈哈，卓寻，你现在就是长了翅膀飞过去也来不及了，关且你也过不去车副将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了，终于看到挟持王这么方寸大乱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李刚，你别太得意，卓寻虽然非常狼狈，但压人的气势不改，吼出的话一点不显分量。车副将居然不以为意，继续哈哈大笑，挥舞着长矛冲进来。我军越杀越勇，挟持兵尽可能地恢复着痛神与阵型，无奈他们大部分士兵酒喝得太多，大多数人耳边虽然伴随着震耳叫聋的杀意，但是仍然无法保持平衡，使出的长矛晃晃悠悠的，卓寻急得眼睛发红，虽然拼命叫着让大家不要慌张，列好队形，组织抵挡，但是挟持兵刚一列好的队形就被我军强有力的冲击冲散，几次之后，挟持兵已经无法再列队形。挟持的防守节奏已乱，张副将带领一队士兵去攻击挟持手下最有力的将军多尔，我则和车副将一起冲向挟持王。卓寻正在猛力抗敌，眼见我们冲来，急忙调转身形，挥手抵挡我挥去的剑。当的一声，两柄剑在空中发生激烈的碰撞，蹦出火花四溅，我猛地感觉虎口一痛，正要收手，却看到卓寻已经动作迅速地收回手里的剑，飞快地重新朝我刺过来。我急忙闪身一避，险险躲过他刺来的致命一刀。该死的，反应还真快！他恨恨地骂出一句。由于我离他很近，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带着沙哑的低沉，也许是喝酒的缘故。我朝他灿烂的一笑，趁他愣神的瞬间，闪电出手，一刀攻向他肋下。
没想到卓寻虽然对我莫名其妙的对他笑有些奇怪，但看到我戳来的剑，仍日反应迅速的将身子微微往左一偏，擦着剑锋躲过我的攻击。我心中一惊，怕他反击制约我，但手上的长矛已经收拾不住，剑矢不偏不倚地插入马背。马儿吃痛，猛地跳起来，发出一声哀鸣。巨大的冲力险些让马背上的卓寻控制不住身形，摔出去虚。他急忙拉住缰绳，阻止了马儿的发疯。我好笑地看着手忙脚乱的卓寻，却换来他狠狠的瞪视。我挑衅地朝他抬了抬下巴，换来他更加愤怒的瞪视。我旁边的车副将才不管挟持王什么反应，见我两招都没击中，高呼一声：“我来！”驾了马就冲上去，当当当三下，与挟持王的剑碰撞在一起。这个莽夫，等我下来也不迟啊！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旁边的挟持兵见我们抓着他们的王不放，也顾不得与我们的士兵缠斗了，心急火燎的纷纷围过来攻击我们。我连忙要一边保护车副将不受打扰，一边抵挡那些兵，着实把我累得应接不暇。前方的陈将军看来冲得很顺利，挟持的兵边打边退，伴随着不停成片倒下的兵，已经与我们迎上去的兵交汇在一处。列阵，举盾，不要急，果然是挟持王手下的另一员猛将。昭亚虽然一边奋力拼搏，一边仍然不断地提醒着自己的士兵，可惜我军实在占据了太多优势，任凭他怎么喊也无济于事。小心！陈将军的一声大吼在我的身后炸开，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只听噗的一声，一声惨叫在我身后响起。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挟持兵想趁我不注意从背后偷袭我，被恰巧赶来的陈将军看见，一刀结果了他。一个分神，让我差点丢了小命，谢谢，谢谢。我惊魂未定，直接杀人我不手软，这突然从背后冒出来的人，要是没有陈将军，估计我今天真的要成刀下亡魂了。不用客气，我答应过殿下保你安全。陈将军面不斜视地回答我，手起刀落问，又是几个挟持兵的命？上官玉，我猛地想到，我昨天跟着最后一批部队去山问埋伏前，他再三阻止不了我上阵，只好千叮咛万嘱咐我要小心，他与孙夏要指挥大部队的进攻，无法保护我。当时我凭着自己有点武功，满不在乎的让他放心，谁知答应他的话才不过一天时间，刚才要不是陈将军眼疾手快，万一我不死却缺胳膊断条腿的，准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心惊胆战的打了个颤，陈将军仿佛知道了我在想什么，掠过我身边时，轻飘飘的飘来一句话，我不会告诉他的，不过你自己还是要小心。谢谢。我忙不选地对他道谢，这陈清豪表面看起来对谁都冷冷的，骨子里倒是蛮好的。从他2次帮我解围，我不得不感谢他。他对我由衷的感谢反应平淡，只是瞥了我一眼，又重新引入大军。看着陈将军重又杀入敌方的阵营，我心里生出一股勇气来，举起剑高声叫道：兄弟们冲啊，为3000开路的弟兄们报仇！报仇！报仇！此话一出，袁泉有些拼的士兵顿时振奋起痛神来，一呼百应，震耳叫聋的喊声震得仿佛地都在摇，迅雷的攻势又席卷而来。王，我来帮你。昭亚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想帮处于困境中的卓寻，可人还没到，就被我长剑一伸，挡住了去路，要帮你们的王。先过了我这关再说，臭小子，别送死！他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吼一声，手上的剑应声而出。我沉着冷静地看着那柄剑朝我咽喉刺来，飞快出手挥剑抵挡，一击之下，迅速收剑反手送出。他呀的一声，看了我一眼，手上猛地用力，2把剑在空中发出叮的一声，我被震得一颤，猛地收回手。他一跃而起，飞过我的头顶，就要往卓寻那里去。他有内力，这是我与卓寻和昭亚交手后得出的结论。虽然我跟着二哥学了很久的武功，水平说不上一流，但二流也是有的。但是只要我一跟他们交手，立刻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出手。他的内力可以压制我的力气，我无法施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动作成了在他们控制下形状。大胆！正在斩杀挟持兵的张副将突然从士兵中抽回身来，
一声高喝，长矛迅速的一次一转，2招之内，将昭亚往邪磁王内去的身形生生挡装滚开。昭亚见我们2人轮番挡他，气得数喝一声，抽回身形，手上的剑映着邪磁粮库熊熊燃烧的火苗，朝张副将刺去。张副将毫不示弱，一手拽紧缰绳，一手持剑拼搏。天色越发黑暗了起来，唯有邪磁兵的粮库仍然燃烧着大火，映照着整个天空。想必他们的救火并不顺利，否则已燃烧了1个多时辰的粮仓，为何仍然熊熊燃烧？大家再努一把力，彻底歼灭邪磁。战争已持续了2个时辰，邪磁兵差不多死的死，伤的伤，节节败退，根本组织不起任何防守或者进攻了。我军却越杀越猛，虽然死伤的士兵也不在少数，但即将带来的胜利让大家气势高昂，充满信心。陈将军高声鼓励大家，换来士兵一片响应。第58章大捷啊！这边陈将军话音刚落，一声低沉的惨叫就从我旁边传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张副将趁昭亚一个分神，偷袭刺到了他的胸口。昭亚俊朗的脸上迅速闪过一抹惊楚，他捂住胸口，恨意难当地瞪着张副将，骂道：“皮布，你们除了偷袭还会什么欺？”张副将不以为意，对他哈哈一笑：“对于你们邪磁，不用讲什么道义。”不要脸！昭亚喘着气大骂，虽然他的一只手按住了胸口，但是鲜血仍然不停地从他的胸口流出，染红了他的整片衣襟。昭亚、卓寻和多尔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昭亚朝他们虚弱的一笑，那笑饱含着安抚与欣慰。这一刻，我被深深地触动了。不管在战场是敌人也好，朋友也罢，保家卫国的人水源显得那么伟大而可爱。昭亚身中一刀，为了不让自己的王和朋友担心，硬是没有倒下，强撑着给了他们一个苍白的笑容。反线我们的战士，为了报仇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真的是一个可恶的事情。昭亚、卓寻眼见昭亚快不行了，由多尔护着冲到他面前，用力将他拉上马背，同时高喊：“撤！大家快撤！”正在殊死搏斗的邪磁兵听见自己的王喊撤，不敢耽误，立刻整列队形，有序地进行撤退。追！陈将军扬起手中的剑，不陪对方任何机会，下选命令要乘胜追击。我一愣，这个时候还要追吗？邪磁已经死伤过半，我们的士兵体能也达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再追下去，虽然可以再杀一些邪磁兵，可是我们也要折损一些士兵啊。我回头朝张副将和车副将看去，他们一个迟疑，一个神情激动，可见态度和我和陈将军的一样。我正迟疑着要不要追上去，天空忽然窜起一束蓝色礼炮，方向正是上官玉向我们发信号的方向。蓝色礼炮代表着不要追了，收兵陈将军也看到了那束礼炮，只迟疑了1秒，立刻乌金收兵。我军迅速列队，不再追赶邪磁兵，有序地返回营地。戌时末，所有的士兵都回到了营地，上官玉带着孙夏亲自迎接陈将军等人，军营沸腾了，大家一扫大战的拼，欢呼雀跃。我看到上官玉上前紧紧地跟陈清豪拥抱，拍打着他的背，陈清豪也紧紧抱住他，片刻后退开一步，双手抱拳，单膝跪地，如释重负地说：“末将幸不辱命，大胜邪磁。”好好好，清豪，快起来！上官玉弯腰亲自扶他，顺便抬头对几位副将说：“张副将、车副将，你们都辛苦了，玉感谢你们。”不敢不敢，为大楚效劳是末将的使命。陈将军身后的几位副将急忙连连抱拳摇头。大胜邪磁，上官玉非常开心，转眼看到了站在张副将身后的我，眼中暖意乍现。各位辛苦了，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过2天好好庆祝一下。上官玉知道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战斗下来，体力消耗已经达到了极限，所以稍微说了2句话后，便遣散众人，让大家去休息了。众人一走，我立刻躺倒在地上，我也累得不行了。打追胎出来，这是我第一次经历那么大的场面，那么长时间的战争。对于我这个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记忆足够我消化好一阵了。月儿，
一声柔声呼唤窜进我的耳朵，上官玉将我打横抱起来。我一急，忙拉住他，干什么？快射我下来，我身上到处都是血。他低头看向我，不过我满脸血污地吻上我的唇，呢喃着，你终于平安回来了，我担心的恨不得扔了孙夏跑去找你。他的吻带着我熟悉的气息浮在我的唇上，我刚一张口，他的舌便灵巧地探进来，我呜了一声，手上不由自主地抓住他的衣服，他的吻带着某种魔力，随着他的探入，我的身体起了反应。他的手开始解我的衣服，我急忙制止他。我总感觉带着一身血污跟他亲密有些不自在，先寡说鼻端刻赤的血腥味，就是想想身上沾满了敌人的血也是非常可怕。我要去洗澡。我尽力平复着喘息，压住他的手说。他停下亲吻，看了我一眼，漆黑的眸中闪烁着晶亮的光芒，5秒之后，他扑哧一声笑出来，要是让我亲这么一个满身血污的宝贝，好像的确不行。他从我身上爬起来，整了整衣服，对着帐外喊了一声，来人。殿下。帐外的士兵立刻躬身进来。我脸上一红，他们居然就在门外，那刚才我们是不是都听见了？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羞得低下头。上官玉无所觉地说，备水，我要洗澡。片刻之后，几个人就拎了好几桶水进来，因为是我要洗，那些士兵自然不能在帐里，上官玉把他们全打发走了。我正准备解衣服，见他还不走，不由得催道，你怎么还不出去？他坏笑地看了我一眼，娘子沐浴，为夫岂有不帮的道理？什么妻你要看着我洗？我大窘，玉起毛巾就要扔他，他一把抓住我，底是葱草琼。上官玉，我再也忍受不住，气得大叫起来。这个色鬼居然要跟我一起洗澡，我死都不要！不行，你快滚出去！我用力推他，怎奈他跟堵人墙似的，我推都推不动，伸到他胸前的手反而被他捉住，他吸脸皮的亲上来，我被他钳制住了双手，动弹不得。他一手抓住我的手，另一手开始解我身上的衣服。我又羞又急，但是却没有生气。他剥掉了我的外衣，扯掉了中衣，将紧着内衣的我扑通一身扔进浴桶里。我没想到刚才还缠绵悱恻的他居然突然将我扔进浴桶里，害得我差点呛到几口水，忍不住骂起来，该死的上官玉，你要淹死我呀！他哈哈一笑，飞快地脱掉外衣，整个人光着上身也跳进浴桶。原本一个人足够的浴桶顿时变得拥挤起来。我尽量不碰他，他壮硕的身材光是让我看看就脸红心跳，这要是再一碰，我直接把持不住自己了。对于我的回避，他倒是显得兴趣盎然，我往后退，他就前进，如此几次后，他忽然抓住我的手，一个俯身倾过来，热情的吻落在我的唇边。我浑身如遭雷击，火热的触碰激发了我的欲望。我的手情不自禁地搭上他的肩，主动将唇凑过去，唇唇相碰，被此熟悉的呼吸都让对方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他的手探入我的内衣，游移着抚上我的胸口，我一颤，唇上微微用了用力。他轻柔地吻了吻我的唇，手移到背后，轻轻一拉，内衣便松了开来，露出大半个香肩。他看了一眼，伸手扯掉已经松开的内衣，顿时一股寒气涌上来。我压了一身，他立刻轻身附上来，火热的身躯盖在我的身上，让我忍不住想要汲取更多的温暖。他拥抱住我，轻柔的吻偶尔落在我的耳际以及颊边，但多数时间他还是尽责地替我洗去脸上以及身上的血污。看着他光洁的身体，我的呼吸逐渐加重。他一开始还能保持镇定，片刻之后也是不停地喘息着，被此急促的喘息声交织在哗哗的水声中，更显得低沉而悠长。好不容易洗完了澡，我被他抱到床上，他的一番挑逗已经完全让我变成了一个欲求不满的女人。他刚刚吩咐完士兵将浴桶以及衣服全部拿下去，回到床上，我便扔开身上的浴袍，直接扑进他怀里。几天的生死之战让我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而能与自己爱的人一同面对生死考验，我想我们会对这份爱理解得更透彻。他没想到我居然热情地扑到他怀里，
大笑一声，一个翻身将我压到身下，缠绵的吻一路顺着我的唇往下。我充满柔情地抚摸着他的背，吻着他的额头。他的吻则一路沿着我的脖颈来到胸口，我的心跳一下子就快了。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抬头看了我一眼，沙哑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嗯了一声，他微微一笑，头重新一低，便含住了那朵蓓蕾。我浑身一颤，几乎无法克制地呻吟出声。他的舌有意无意地吮舔着，带给我一波又一波无法抗拒的酥麻。上官玉，玉，我忍不住叫着他的名字，他低低地答应着，又吻向另一边。两边的蓓蕾没一会就因为他的亲吻变得坚挺而圆润，我用力攀住他的背，沉沦的感觉让我仿佛坠入云端，上下浮沉。他的一只手顺着我的身体曲线一路滑下来，停在了大腿外侧。我急忙压住他的手，满脸通红地看着他。他摇了摇头，轻轻拿开我的手，用吻封住了我的眼睛。我感觉眼皮上一阵湿润，还来不及说什么，他已经屈起我的腿，闷哼一声，坚挺地进入。啊！我低低叫了一声，压抑了许久的激情终于爆发。他的吻如火般落下，我们享受着被此带来的愉悦，也享受着这胜利带来的喜悦。第59章班师。3天之后，上官玉给大家开了一个庆功宴，我也兑现了自己在心里的诺言，让厨师杀了几百头羊，好好陪各位兄弟准备了一顿丰富的烤全羊大饕。庆功宴上，上官玉还收到了他快马加鞭送去京城的捷报。皇上回信说让我们尽快班师回朝，上官玉掐算了一下时间，准备3日后动身，全军大喜，欢天喜地地庆祝着，大家伙都喝得酩酊大醉。第2日，直到日上3竿才起来，纷纷兴高采烈地收拾着行车。我站在帐门口，看着欢天喜地打包袱准备回家的士兵，想到那些征战沙场却谁远留在这片土地的士兵们，眼泪不禁潸然而下。怎么哭了？上官玉凑过来，将我从身后圈住，我吸了吸鼻子，目光望向远方广阔的土地上，悠悠叹道：我们面对胜利，经常会忘记那些为了胜利而流血牺牲的士兵，而我们的胜利往往就是他们奠定的。身后的上官玉沉默了一瞬，紧了紧我腰问的手，呼出口气：你说的对，父皇一定不会忘了那些流血流汗牺牲的兄弟们，大楚一定会好好安排那些死去的士兵的家属。我嗯了一声，回身抱住他。人死不能复生，多想也无用，只能好好善待那些士兵的家属们了，也算给他们一个安慰吧。静默了片刻，他拍了拍我，不要想了，马上就要回朝了，要高高兴兴的回去，要让父皇看到我们的胜利。我紧紧抱了抱他，擦了把脸上的泪。对，不管怎样，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胜利，把邪慈逼回了他们的土地，这样惨重的伤亡，他绝不敢再轻举妄动。3日一晃而过，大军班师回朝，郾城的官员带领百姓在城门口欢送，上官玉、陈将军等人骑着高头大马向大家挥手致意，百姓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次的大捷让上官玉深得民心，让他的太子之位做得更加扎实。我一路上都是骑着马走在上官玉旁边，车副将和张副将至今都不知道我是女的，对我如儿子般对待，惹得上官玉每次都是想看不敢笑，一脸憋得痛苦的表情。我好几次跟他讲要不要告诉2位副将实情，他都说不要。我真怕到时2位副将知道我是女子的那一刻，甚至是太子妃的那一刻，会不会惊得晕过去？因为回去时没有来时的紧张，大军用了12天时间到达京城。我在快8京城的时候下了马，重新走在士兵的队伍中。马上皇上就要来迎接了，朝中所有的官员都以为我在玉彩山疗养，要是看到我出现在大楚班师回朝的队伍中，非得炸开了锅，从此水无宁日。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在还未进城门之前就下了马，回到队伍里。为此2位副将还莫名其妙了好一阵，好好的骑马怎么又去走路了？扒了城门没多久，远远的就看见皇上的队伍浩浩荡荡的站在那里，全体士兵都竖动起来，上官玉不由得加快了马速，几乎驾马小跑着向皇上跑去。父皇，玉儿，
马儿跑到跟前，2月未见的皇上紧跨一步，与飞身下马的上官玉紧紧拥抱在一起。胜利的喜悦与长久的分别让他们格外亲近，抱了须兜才射开。皇上走到躬身行礼的陈将军、车副将、张副将旁边，拍着他们的肩点头道：“好样的，都是大楚的好将军，为大楚效劳是末将的荣幸。”3人齐声回答：“好好好！”皇上异常开心，战胜了邪祠，还有一批那么忠心耿耿的手下，的确值得庆幸。我站在士兵队伍中，偶尔抬头看一眼皇上，不敢直直地盯着他，生怕皇上一个眼神扫过来看到我。皇上又与陈将军他们说了几句话，我原本以为他要回预备出发了，抬起头准备走路，没想到皇上一个回头转过来，与我的目光不偏不倚地撞在一起。我脸色一僵，转而露出一个笑容。皇上看到我讨好的露出的笑容，不易察觉地瞪了我一眼，我扁了扁嘴，他无奈地微摇了下头，转过眼去。呼呼，还好，过了一关。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提心吊胆跟皇上碰面的事情，虽然他帮我安排好了宫里的一切，但不经过他的同意擅自出宫，还是违反了宫里的制度。而且我去的还不是别的地方，是战场，那个刹那问就可以夺去生命的地方。简单的接见仪式后，大军开拔，返回皇宫。上官玉朝我看了一眼，露出一个你应该庆幸的表情，我朝他调皮的一笑，换来他一个无奈的眼神。大军开拔，随着一声中气十足的喊声，大军缓缓向前移动。上官玉上马走到了皇上的御辇旁，不时地跟皇上说上2句，表情轻松。进八皇宫，我不能一身士兵服的进去，好在皇上已经安排了身边的陈公公带我走小路绕进庆成宫。我飞快地在自己的房间换了衣服，梳洗打扮一番后，一身宫装的出去迎接远征回来的上官玉。上官玉对我如此之快的换衣速度表示惊讶，愣愣地看了我足足有5秒钟，才确定真的是我，于是假装激动地与久别重逢的我拥抱。宫里的剃头太监纷纷跪下，恭喜上官玉大胜邪祠，班师回朝。好了，我们进去吧。我轻声对他说，他朝我点点头，牵起我的手，一同往宫里走去。2月未见，庆成宫一如我们离开时的一样，所有家具纤尘不染，地面干净整洁，室内天竺葵的香味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我和上官玉心情愉悦地在大厅坐下，长久以来简单的住房条件让我们第一班感觉到了舒适环境带来的舒畅。红儿和翠儿好久没见到我了，他们是宫里唯一2个知道我跟着上官玉出征的人，这回看到我平安回来，眼眶蓦地红了，几乎是扑到我的怀里，泣不成声。我像哄孩子一样哄他们，直到一道圣旨传来，才停止了他们的哭泣。刚刚与我见过面陈公公拿着圣旨缓缓从门口走进来，众人纷纷跪下，他起卷而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日，今太子上官玉出征邪祠，以短短的2月之期横扫祸患我大楚已久的蛮夷，用兵如神，杀敌无数，安定郾城百姓，立下汗马功劳，特赐黄金10000两，珍宝古玩100件。陈公公长篇大论地读着，我听得很累。圣旨上无非除了元阳的话，就是皇上赏赐给我们的珍宝古玩。10几分钟跪下来，我深切地感觉到要拿这些东西还真不是好长的。好不容易等到陈公公读完圣旨，上官玉请他坐下来喝杯茶，我们从他口中得知，皇上对这次出征的将领们都给予了欣赏。陈将军被封为1等忠勇大将军，并将自己与皇后的嫡女，也就是上官玉的妹妹，今年已经17，但皇上一直舍不得她嫁，挑来挑去，一直想帮她挑到一个最满意的女婿的宝贝女儿嫁给了陈清豪。可见陈清豪这次是得极了皇上的玩。他在30岁不到的年纪就得到如此高的殊荣，还娶到了所有官宦子弟挤破脑袋都想娶到的嫡公主，着实让所有人又嫉妒又羡慕。而一起跟去的车副将和张副将也分别各升2级，12品俸禄，赏白银10000两，活着的士兵们得白银100两，牺牲的士兵由家人带领。这次大捷，皇上大赏了所有出征的将领士兵，还于3日后开了庆功宴，
困扰大楚几年之久的隐患终于消除，皇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朝堂之上一片欢腾。这次大捷，皇上给出征的将领每人放了5天的假，2个多月的奋力拼搏，终于换来5天的悠闲假期。上官玉好好的在家里享受了一番做富贵闲人的悠闲。等他5天之后回到朝堂上，又一个惊喜飞来。挟持送来了降书，可还没等我高兴完，另一个消息却夸我夫入谷底。皇上接见了挟持的使者，他将大楚夸赞了一番后说，他们的王愿意与大楚勇士成为友好之邦。皇上自然大喜过望。据我们探子回报，自从那次战役后，昭亚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张副将那一记刺在要害部位，看似就那么一个伤口，却比人家伤在腿上手上要厉害许多。傲气的挟持这次肯乖乖投降，与昭亚的伤不无关系。不过光是嘴上说说要水氏结成友好之邦，自然没人相信。皇上正准备看挟持的表现，挟持的使者便丢出一个重磅炸弹。他说，他们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愿意将自己最宝贝的妹妹新雅公主嫁给大楚的太子。他领略过了大楚太子的谋略以及心智，相信妹妹嫁给这么个人是他们挟持的荣幸。皇上当场就愣住了，因为上官玉已经娶妻，若是接受挟持的和亲，以他们公主的身份不可能屈居做小，而太子妃的位置我又已经占了。皇上一时没有说话，使者好像早对这个问题有准备。他说，他们的王知道太子已经娶妻，他们既然愿意与大楚结成秦晋之好，自然不会为难皇帝。他们的公主愿意做妃，不要那个位置。第60章抉择。对于挟持的宽宏大量，皇上倒是真感动了。这样一来，既一劳谁选的解决了位置之争，挟持又谁远归顺大楚，这样好的事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了。皇上当即准备接受挟持的降书，谁知上官玉突然出列，阻止皇上同意和亲一事，全朝哗然，顿时议论纷纷。皇上没想到上官玉会突然反对这件事，脸色一变，呵斥他退下。上官玉倔强的不肯退，把皇上惹怒，后来还是我爹强把他拉下了下朝后，上官玉被皇上叫到了书房，整整谈了1个多时辰，回来时面无表情，直到看见我脸上才有了些反应，目光不敢与我对视。我刚刚听到挟持要把公主嫁来时，气得把房里花瓶都摔了，大骂上官玉要是敢娶挟持公主，我就离婚。红儿第一次被我如此之大的脾气吓得变了脸色，哆哆嗦嗦地躲在一边，不敢劝我。我恨得牙痒痒，好你个上官玉，我让你炫，教了你制敌的办法炫给挟持王看了，还炫回个挟持公主来，他要是敢进家门，我就把他打出去。我气呼呼地瞪着地面，恨不得把他瞪出个窟窿。小姐，你别气了，殿下不是那种人，要不奴婢再去打听一下。红儿壮着胆子跟我说话，见我不理他，又继续说，殿下那么喜欢小姐，他不会对不起小姐的，小姐你要相信他，千万别错怪了殿下。哎，我正在气头上，听红儿每句话都帮着上官玉，气更不打一处来，有些口不择言的朝他吼道，上官玉给你什么好处了，你口口声声这样帮他。红儿被我一骂，吓得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不敢再说话。我心知自己口气也有些重了，红儿是我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自然是帮我的。他的话听着虽然帮着上官玉，但若是我和上官玉不好，他也不可能让我相信上官玉。只是我知道对方要来这么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让我害怕，让我失去理智，我只有尽快找一个发泄口发泄，不然我怕我会疯掉。上官玉沉默地站在那里，我则沉默地坐着，房里的气安压抑到无法再压抑。许久之后，他才艰难地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拼。我不会娶挟持的公主的这句话无疑天籁，给我将死的心灌入一丝生气，但是光是他说有什么用，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皇上身上。我不语地看着他，上官玉在我这样的眼神中避无可避，猛地上前抓住我的手，紧张地看着我问，你不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看了他一眼，慢慢掰开他的手，淡淡地说，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你是太子，责任太多了。刚才父皇找你去书房干什么了？肯定是在说服你吧。
他一定跟你说了娶了邪祠的公主会得到多少利益，而光光守着我什么都得不到。玉儿，上官玉眼中闪过一抹心痛，一把将我拉入怀里。你为什么要这么聪明？什么事都看得这么透，你这样叫我怎么办？我被他抱着，嘴角浮起一抹苦笑。我也想看不透啊，可是这么清楚的事，怎么让我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晚，上官玉一直抱着我，根本不抬得松手。我躺在他的怀里，几乎睁了一夜的眼睛，脑中不停地想着，拼死拼活打下了邪祠，我却给自己打来了一个最大的麻烦。我这到底是本还是蠢？皇上虽然收了邪祠的降书，但挽留了邪祠的使者在大楚晚几天。因为关于和亲的事，皇上虽然一心促成，但上官玉抵制情绪浓，皇上正在努力说服，把邪祠使者留下来，也是只怕万一实在无法说服也好，有个转圜的余地。否则使者回去一说大楚愿意接受和亲，那就是铁板钉钉的事，上官玉再不愿，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也许又会有一场战争发生。虽然我们打得过邪祠，但要牺牲这么多人换取一个皇子皇妃任性造成的结果，皇上是说什么也不会肯的。大概皇上知道要打破上官玉的倔强，必须先从我下手，若是我妥协了，他可能最后也不坚特了。所以皇上在劝说了上官玉几天无果之后，突然把我的娘亲叫进了宫里，跟他在书房谈了1个多时辰。娘出来后就直奔我这里。我看到娘自然高兴，但想到她的来意，高兴的心情冷却了一半。特别是她说还要在我这里住几天，我更是大仙所望。娘并不是纯粹来看我，她是要来打持久战了。娘由府里的丫头扶着走进我宫里，屈膝正要行礼，被我一把拉住。娘，都是自己人，不要行这些虚礼了。她笑了笑，像从前在府里一样，拉住我的手，眼射热泪，一瞬不瞬地看着我。好好好，乖女儿，娘好久没看到你了，看到娘看到我都哭了，我的鼻子也不禁一酸，强忍住泪水，紧紧抓住她的手，与她一同走进房里。红儿体贴地陪娘递上手绢，关上房门，让我们母女谈心。娘关心地问了我去玉彩山疗养的事情，我因为没有去，只好说玉彩山风光秀丽，空气清新，在那里过得很舒服，病情必经好了。娘左右看了看我，发现我面色红润，皮肤光洁，的确已没有病态，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她喝了口茶，抬起头默默地看着我，我被她看得颇不自在，笑了笑问：看什么呢，娘？她回过神来，放下杯子，似笑又似叹息地说：娘在看我的玉儿嫁了个好夫婿。娘意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心里想到上官玉，嘴角忍不住向上扬起，可是一想到邪祠公主的事，笑意又暗淡了下去。娘仔细地看着我的变化，淡声道：有这么个好的夫婿，还要有一个好妻子一起帮衬哎。我抬起头，心里暗忖追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在责怪我不够大度娘？我下意识地脱口，他拍了拍我的手，示意我不要急。我沉默下来，看着桌上的茶壶，继续听他说：殿下平定了邪祠，消除了大楚这几年来最大的困扰，这样的功劳是无法掩盖，也不必掩盖的。身为太子，他往往背负了太多的东西，他出征邪祠可以说是他的职责，他大胜邪祠是他的荣耀。如今邪祠愿意求和献上公主，皇上可以以最小的损失得到最大的利益，对大楚来说绝对是件好事。说简单点，殿下接受这个和亲仍然是他的职责。皇上给了他人人羡慕的太子之位，他也应该为皇上，为这个国家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可是娘一，我越听越觉得娘每一句话都在说服我，忍不住开口想说点什么。她阻止住我的话，叹了口气：娘知道你的委屈，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哪个人不受点委屈呢？殿下和你间谍情深是好事，但是娶邪祠公主又是无奈，你就想开点，全当殿下多娶一个人而毕，只要殿下玩着你，他在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呢？不一样的娘。我摇头，我嫁给上官玉之前就想过他今生只能有我，若是娶别人，我宁愿结束这段婚姻，我不要3个人的婚姻，这只会痛苦，不会幸福。玉儿，
你胡说什么？娘听到我说若是不幸福就结束这段婚姻，我话音还未落，他就猛地呵斥我，口气之严厉，吓了我一跳。我怔怔地看了他有几秒钟，心中一时五味杂陈。我担心的要应验了吗？若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爹和娘愿意抛弃我的幸福，向皇上示忠，我最终还是只是他们手中向皇上保证忠心的棋子。我低下头，决定不再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而是退让了一步，口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女儿知道错了，以后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我的口气听着让人感觉饱含无奈与退让，娘失声叫了我一声。两人被此沉静了会，他像是在跟我道歉似的叹息道：娘不是要吼你，只是那种话你不能乱说，娘听见就算了，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去，那娶挟慈公主的事根本就不会有人来体谅你的心情，复使你再怎么难过，人家就跟看好戏似的。我沉默不语，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娘来的目的就是来说服我，若是我一再抵抗，结果只是不停地听她劝说。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若是他们一再逼我，我是绝不会退让的。娘见我脸色不济，怕我再谈论这个话题更不开心，于是转换话题，玉起她从进门就带在身上的盒子，打开来沏到我面前，笑着道：你尝尝，这是家里的厨师最新研制出的抹茶酪糕，我和你爹吃了一块，觉得你肯定会喜欢，所以你爹今天一定要我带进来给你尝尝，你快吃一块吧。说着，他亲自给我拿出一块递到手里，清香的抹茶香味直扑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又连酸了。爹和娘到底是怎样个矛盾的心态啊？他们是真的想宝贝我，但是身为臣子又不得不对皇帝尽忠。主子和孩子之间的确是个艰难的选择。第61章，坚持。想到这里，我刚才对他们的失望重新收了回来。我不该责怪爹娘是不是在权衡利弊的时候选择了皇帝而抛弃了我。我不是告诉过自己凡事都只能靠自己，不能依靠别人，爹娘固然是自己最亲的人，但自己是唯一一个不舍为了任何事情而抛逸自己的人。娘准备在我的宫里住上3天，上官玉日来后看到娘在，一时喜忧参半。他也知道娘来此的用意，只是装傻，没把事情放在桌子上提。晚上当我和他回房的时候，他问我娘说了什么。我脱了外衣看了他一眼，还怎么说？当然和皇上跟你说的差不多了。他脸色一僵，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勉强笑了笑，爬上床盖上被子。他也跟着上了床，我往里挪了挪，给他空个地腕，谁知他挤过来想要抱我。我心里有疙瘩，厌烦他的触碰，不由得推了推他，干什么？也不嫌热。对于我的厌恶，